少女当麻，她拥有一种堪比福尔摩斯的超长能力，只需将所有线索写在纸上，然后撕碎抛向空中，她能瞬间整理归纳出事件的真相。这是由户田惠梨香主演的一部经典且评分极高的悬疑日剧，名为《超能力事件簿》。在一次特警行动中，本来站在身边的队友突然跑到了对面，大喊着向赖文开枪。飞速而来的子弹突然变慢，宛如时间被静止。等他回过神来，子弹不可思议地掉头了方向，反向射向了开枪的人。赖文坚称自己没有射杀任何人。队友检查武器时，发现赖文的子弹数未见减少，但上级领导完全不买账。最终赖文被降职，调至负责调查未解事件的第5科。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部门，里面只有一个不靠谱的老头科长野村，还有一个总是绑着绷带拖着行李箱的奇怪少女当麻。赖文刚开始的第一天上班，多年未见活动的第5科突然有案子了。一位议员被占卜师预言今晚将被人杀害，如果不想遇害就必须破财2亿，而且这位占卜师一直都非常准确。议员总是依靠这位占卜师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他们立刻前往占卜师的住处，占卜师看似很淡定，面对警察的质问依旧坚持自己的预言。于是当麻让占卜师预测他和赖文的未来，比如今晚9点会发生些什么。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占卜师摘下柠檬开始占卜，把柠檬放进嘴里慢慢吸吮，然后写下2张小纸条，让当麻他们9点打开看看。赖文则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他觉得占卜师不过是个骗子，甚至认为占卜师有重大作案嫌疑，拿出逮捕令准备拘留占卜师。占卜师并没有抵抗，还进一步预言议员晚上会被下毒。最后占卜师被赖文关了起来。关于占卜师的预言，赖文根本连看都不看，直接撕碎了扔进垃圾桶。晚上当麻和前男友一起戴着眼镜吃饺子，等他打开那张纸条，上面写着与命中注定之人重逢。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饺子。而在另一边，占卜师被自称是国安部的人带走。第2天来到了会场，这里戒备森严，所有食物都用最先进的检测仪器检查，一切看似都没问题。随着晚会的开始，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有贵宾带来了计划外的食物，是从家乡带来的清酒。科长野村急忙上前阻止。面对现场宾客的压力，野村只好亲自尝酒。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现场众人都紧张地观察他，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现场开始分酒，但保护的对象却出现了意外。喝完酒没多久，突然抓住自己的脖子，好像喘不上气，直接倒在了会场中央。赖文看到后，马上封锁了会场。在这么严密的安排下，只可能是现场死亡。下毒的凶手肯定在会场内，喝多了的科长还真是火上加盐，是第9的人下的毒，现场只有他有机会下手。然而经过重点检查，什么也没找到。这时法医的结果也送来了，在场的人都惊讶极了。回到部门的当麻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一切太巧合了。他开始整理线索，把所有关键词写在纸上，然后把所有纸张撕碎扔向空中，纸片缓缓飘落。那一瞬间，当麻突然明白了答案，于是他点了外卖，就坐在会场里等凶手。没想到凶手竟是议员秘书斜先生，他手里拿着棒球棒来销毁作案工具。人体本身含有钾元素，如果一次性注入过量，就会导致心脏麻痹致死。在宴会上，大家都在关注中毒的科长。斜先生用最先进的注射器下毒，这种注射器不痛不痒，只在身体留下一个小红点，专门用来给科长注射胰岛素。经过调查，斜先生不仅仅是个秘书，他以前是医生，他是唯一有能力完成这种手法的人。但斜先生还是不甘心，他反问最关键的注射器到底在哪里？难道你们没有把会场都搜遍了吗？他们的确搜遍了整个会场，但唯一漏掉的地方就是会场的天花板。只要力气够大，就可以把注射器当成飞镖扔出去。玛丽玛用望远镜向天花板上看，并非常肯定地告诉斜先生，那上面一定有你的指纹，因为那时候你没有戴手套。斜先生依然很淡定，他做了个投球状，眨眼间就消掉了天花板上的凶器。斜先生果然力大无穷，但这并没有什么用，因为马早就让赖文安装了隐藏的摄像机，天花板上的注射器也早已被他们处理过，目的就是为了诱斜先生出手，这样就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事情败露后，斜先生立刻动手想要杀人灭口。赖文虽然不是超能力者斜先生的对手，但他还是勇敢地挡在了当麻前。随着扳机扣动，时间突然慢了下来，甚至仿佛静止了。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静静地看着他们，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话，然后走到当麻面前，撩开头发仔细看了看什么，一个响指子弹就反弹回去了。赖文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和之前在医院的场景一模一样。赖文在医院打好了绷带，
看着躺在床上变成植物人的队友，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出真凶。晚上，队友的主治医生找到了赖文，提出了一项交易，要赖文从部门里取出一个被称为神之手的人的资料。这个人具有让细胞再生的神奇能力。交换条件是，医生会让赖文的队友苏醒。赖文根本不相信，直接离开了。但在回家的路上，他的手竟然自己痊愈了。第二天还没来得及休息，就收到上级的通知，要他在中午1点前赶到一个地点。这个上级正是带走占卜师的那个男人。如果占卜师今天的预言再次成真，他就会放人。时间到了1点，加油站的黄毛突然发狂，把汽油泼洒的到处都是。赖文灵巧的闪躲开，当马却被汽油淋了一身。紧接着黄毛拿出打火机，手一松，打火机就扔向地面。在千钧一发之际，赖文迅速一脚踢开打火机，用擒拿技巧制服了黄毛，把他带到了警局。在接受审问时，黄毛的话让人觉得很奇怪，蓦人相信这种荒唐的说法。接下来，审讯室里的一个警员突然脱下鞋子，像女人一样跳上了桌子。大家都惊讶地看着性情大变的张三。张三跳下桌子，当张三警员醒来时，却什么都不记得了。经过审查，两人除了名字都是张三以外，都与一个戴帽子化缘的女人有关。而在另一边，占卜师虽然证明了自己预言阻止了一场悲剧，但今天他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并没有打算放走他。那女人只是轻轻摇了下铃铛，张三们就开始倒霉了。加油站的黄毛张三突然发疯，用汽油给摩托车洗澡。警局里的张三脱下鞋子跳上桌子，嘴里念念有词。在校门口，校长张三像疯了一样追着女生跑。在理发店里，女客户被剃成半边光头。同时，全国的张三们都开始出问题，从法官到医生，还有公司的老板，甚至发生了张三的杀人事件。死者是一位教授，从身上的伤势看，死前挣扎了很久。通过调取监控，发现是这位教授的学生张三所杀。经过询问，又是一起张三附身的事件。就在他们束手无策时，警局的张三又被附身，甚至对他们发出挑衅。接着诡异一笑，仿佛为了证明什么，直接附身到另一个警员身上，举枪对峙之后又突然离去。回到部门，当麻立刻开始整理所有线索，脑海中闪现各种画面，把所有纸张撕成碎片，把纸片扔向空中。真相永远只有一个。随便找了个理由，把守着张三的警员调开，直接开始和张三对话。原来面前这人就是凶手，因为记恨教授剥削他的成果，先制造了一个附身事件，引发了一场骚乱，然后借用自己也叫张三的身份，亲手一次次折磨教授，并将他杀害，利用附身事件逃避法律制裁。一开始附在黄毛身上时用的是右手，点打火机也是用的右手，在警局里用左手是因为他的右手已经不能用了。在掐死教授的过程中，教授挣扎时把他的手指弄伤了，但他拥有附身能力，根本不怕被抓，直接附在闯进来的老警员身上。小警员拔枪了，但不敢开枪，当麻趁机将他打晕，但张三又附在小警员身上，试图对付当麻。这时赖文赶到，就在他以为赖文也不敢开枪时，赖文转枪头射向张三的本体，本体无法动弹的张三只能束手就擒，被全身捆绑关进了监狱。至于那个化缘的女人，她只是一个骗子，几次出现都只是巧合。与此同时，美玲找到了海野医生，告诉他自己见过张三，并在触碰到哥哥的瞬间看到了占卜师。难道美玲的异能也觉醒了？哥哥的死并非意外，而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秘密被灭口了。当麻也觉得前几次的事件很不寻常，于是他设置了一层保险。此刻他正盯着监控屏幕，就在他去拍苍蝇的那一刻，时间似乎静止了，那个男人又出现了。为了防止张三继续使用他的异能，避免异能被公众发现，也是为了保护 SB 组织的安全，他决定采取极端措施。没想到这铁门竟然通电了，最终张三还是没能逃过一劫。回头检查监控的时候，也在画面中看到了那个男人的身影。这位母亲走进警察局报案，她1年前去世的女儿突然发来了消息。1年前美智走进妈妈的房间，美九以为女儿在开玩笑，她自顾自地忙着工作，而女儿却说她已经考虑了很久。妈妈还没来得及反应，女儿就冲出了房间。3天后，她收到了快递寄来的遗嘱和遗物，本应接受女儿去世的现实，却在1年后收到了女儿的求救短信。原来女儿在网上加入了一个自愿告别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有着非常严格和古怪的规则，他们会在网上征集，筛选出决心死亡的人，只要聚齐7人，就会发送邀请函，到一个秘密的地点举行活动。其中7杯饮料中，只有1杯加了安眠药。若谁不够幸运，侥幸活了下来，就得按照规则担任干事，主要负责处理尸体，还要负责邮寄其他6人的遗物。
以此达到完美告别。同时，他也会是下一次聚会的发起人。但如果有人中途反悔想要逃跑，干事就得负责处理这个人，这也是干事职责之一。如果这条短信真的是美智发的，那他现在肯定还活着。美酒跪在地上祈求，一定要救救他的女儿。当麻分析说，只要那个干事还没事，他肯定会组织下一次聚会。他立刻在电脑上查出了上次聚会7人的资料，如果有人的遗物没有被邮寄，那个人可能就是干事。急于救女的美酒也坚决要求参与整个调查。根据资料上的地址，他们挨家挨户的拜访。当他们来到一位老奶奶家时，提起往事的奶奶再也忍不住对孩子的思念，放声大哭。这也深深触动了当妈的心，她痛恨那些在网上发布帖子蛊惑人心的人，她更加无法容忍这种诱人同归于尽的行为。此时，那名干事正在网上招募志愿者，利用别人生活的不顺来煽动情绪，同时传播不良的价值观。因此，我们需要下载国家反诈 App。当麻决定采取行动，阻止下一场悲剧的发生。他们当即为赖文、敬腾和自己都报了名。与此同时，1天内他们收集了6人的遗物，剩下的那个男人可能就是盖世。那个参加告别天团的男人，居然3次尝试自杀都未成功。赖文他们来到了那个男人的家，被告知遗物被锁在了仓库里，但是赖文怎么用力，那门锁就是纹丝不动。当麻看着他换锁的样子，像看傻子一样，根本没用上力，然后门锁就自己开了，这让赖文气得不行。他拉开了仓库门，至此，最后一个男人的遗物也被收集完毕。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到底谁是干事？这时美酒似乎发现了什么，这些遗物上或多或少都有损坏的痕迹，破损的手镯，扭曲的钢笔。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那干尸根本不是幸存下来的人，而是借集会之名把人聚集起来，然后杀害他们，以满足自己变态的快感。这些破损的痕迹可能就是他们拼命抵抗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只有最后一个男人的物品没被损坏。晚上当麻和前男友一起吃饺子，看得我也忍不住想吃了。帝居对当麻一直念念不忘，当初他突然消失，2周后当帝居再次见到他时，他已成了独臂少女，也不再愿意和帝居复合。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当麻赶紧拿出手机看，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俱乐部的邀请函。第2天，他们开着车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同行的还有2个骑摩托的家伙。这样一来，除了干事外，6个人都已经到齐了。那个神秘的干事到底是谁呢？没想到神秘的干事竟是个残疾人。6人一起来到别墅参加完美告别仪式。现在人都到齐了，他们开始按照程序进行，把各自的遗物放到桌上，然后写好遗嘱，填好快递单。紧接着就是喝下最后的毒酒。干事开始交代事情，幸存的人要接替他的位置。此时美酒突然爆发，他不相信自己的女儿1年前是自愿参加这个集会的。他冲到身穿黑袍的干事面前摇晃他，没想到坐在那里的只是个人偶。紧接着大量的汽油喷了下来。难道真如美酒所想，这是个变态杀人狂的阴谋？看到他们后悔了，就打算把他们全部杀掉。美酒的眼睛被汽油弄脏了，赖文只好背着他逃跑。刚离开别墅，就看到一个穿迷彩服的人，他正在和其他人扭打，那应该就是干事。他试图逃跑，赖文和当马急忙追上去。虽然干事早有准备骑上了机车，但这对老搭档仍然紧追不舍。美酒也跟了出来，怒视着干事离去的背影。忽然一声巨响划破寂静，老 CP 2人组立刻跑过去。等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那个干事已经从悬崖上坠下去身亡了。赖文认为这是一场自杀，他拿出电话向总部报告情况，但是在看到地上的刹车痕迹后，细心的当麻意识到了不对劲。他们返回基地，一心要揭露真相的他，利用自己的能力快速整理出了线索。他找到美酒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告诉他干事并非自杀，因为地上有明显的刹车痕迹，而且刹车在坠崖前就已经被人破坏了。普通自行车的确是靠把手控制刹车，但是机车则不同，机车除了手刹外还配有脚刹。在场的7个人中，只有美酒不了解机车的结构，因此美酒就是杀害干事的真凶。当然，前提是他必须具备类似念力这样的超能力，而他之前强烈要求参与整个调查过程，收集死者遗物，也是为了利用超能力破坏证据。关键的漏洞在于仓库的门锁，正常断裂的锁上不会有这样奇怪的扭曲痕迹，坠崖前掉落的刹车把手上也有相同的痕迹。美酒不愿意接受女儿是自愿参与的事实，一直沉浸在女儿被干事迫害的错觉中，因此自导自演了这场戏，让当麻以为找到了决定性的证据。而那位坠崖的干事竟然是美酒的女儿美智。看着女儿的照片，美酒彻底失控，用念力将照片撕成碎片，在警视厅里大闹一番，指责警视厅的无能，都是他们的错。
一开始就容忍了这个俱乐部的存在。赖文趁美九不注意，剪断了插线板的电线，给美九来了一次全身电疗，成功的制服了他。就在这时，一群穿着西装的暴徒突然闯入，先是用3拳2脚把赖文打倒，接着把当麻电晕，嚣张的直接把美九从警视厅绑架走了。而领头的那个人证实了，就是国安部的林克。男人只是松开了手中的绷带，时间仿佛停止了。10分钟前，一个警察家属带孩子来看病，小易只是来查看这个家属的地址，随后就消失了。小女孩的父亲是李忠正，他是赖文以前的队长，今天特地约赖文出来喝酒。海野医生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他正在给自己补充血糖。他约了植物人状态的妹妹美玲来，因为已经过去2个月了，苏醒的机会很渺茫。尽管这是警察家属医院，但他们仍然希望美玲能签署同意安乐死的文件。此时魏祥科接到了一个内部案件，在过去的1个月内，公安部安排的卧底刑警有5人相继意外去世，尸检结果显示都是突发性自然死亡，而且这5人的症状各不相同。警视厅希望能调查出这究竟是不是巧合。警视厅里还有人在暗中针对刑警进行暗杀，看似平常的事情，往往隐藏着不寻常。这5个人虽在不同公司工作，但都选择在这个月进行体检，肯定是有人通过某种暗号联络他们，通知这5个人来体检，然后用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手段，导致这5人相继突然死亡。体检报告却完全正常。正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刚离开的领导又返回，还带了一大群同事，他们来拘捕赖文，理由是赖文用自己的身份卡侵入了绝密的资料库。赖文身强力壮，但思维简单，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高技术的事？只有一种解释，有人盗用了赖文的身份卡。老科长野村站出来做担保，把这些讨厌的人赶走了。赖文心知肚明是谁盗用了他的身份卡，正是他以前的队长李忠。他们接着去队长家里调查，队长不在家，而且跟家人说是去国外出差了。更奇怪的是，队长的女儿也生病了，她也是体检后突然生病的。回到办公室后，当麻调取了李忠队长的资料，发现他也是一名卧底，与那5名连续死亡的人正在执行同一任务。当麻猜测可能有人拥有让人生病的超能力，通过暗号让这5人去体检，假借体检的名义让他们染病，最终导致他们因病身亡。他们想用这5个人的死来威胁李忠，这也是为什么李忠的女儿突然生病的原因，目的是迫使李忠绑架占卜师冷泉俊明。在查阅李忠资料时，当麻发现了一组奇怪的数字，将这些数字输入地图后，可以定位到一个公寓，这公寓用来保护重要证人或其他重要人物，里面肯定关押着占卜师。与此同时，冷泉似乎遇见了什么，显得非常开心，但他高兴的有点太早了，结果很快局势就逆转了。而正准备来绑架冷泉的李忠，人还没找到，就被提前埋伏的赖文阻止了。他想逃跑，但已无路可逃。赖文追问他究竟受了谁的威胁，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就在他准备开口时，突然被人灭口了。今天又开车把冷泉转移到了新的地点。CP 2人组再次拜访了李忠的家。李忠的妻子不愿相信丈夫是意外死亡。丈夫出差前，原本满满的书架只剩下几本，很多衣物和物品都被重新整理，好像有所准备的样子。这时医院打来电话，女儿突然发烧需要人照顾，老 CP 留在家里继续调查收集线索。在2人日常的打闹中，无意中触发了当麻的能力。原来这些书架并非李忠队长整理的，虽然这些都是旧书，但都是最近才印刷出版的，显然是为了隐藏某些非常重要的线索。这个线索如此重要，李忠队长肯定会竭尽全力保护，保证妻子在家，这样外人就无法搜查。妻子不在，重要的东西也不在，他们立即赶往医院，去询问妻子的随身物品，在其中找到了李忠队长的借书证。进一步得知，李忠让妻子在他出差前1天到环境图书馆取书，仔细检查后，果不其然在书里发现了一个储存卡。取出资料进行查看，发现记录了预言能力持有者冷泉，还有念力持有者的记录和控制时间的超能力者蛊惑美酒，这些都记录在这份绝密资料里。继续查找其他信息，记录了一个拥有治愈能力的超能力者，但所有信息都是未知的。李忠队长盗取这份资料，显然是为了找到这个人，希望他能治愈自己的女儿。从这份资料来看，有一个神秘部门早就开始关注，并且盯上了超能力者，然后发现记录了一个让人生病的超能力持有者，虽然姓名和地址都不详，但有一个代号，这让赖文想起海野医生曾经提到过一个名词神之手，正巧他也需要找海野医生。拿来那5个人的体检病历，果然体检的时间和死亡的时间有关联，有些超自然的感觉。简单来说就是对不上，死亡来得太快，不应该这么快发病。打野医生在帮赖文调查的过程中，
从另一位名叫田医生的同事那里得知了一条消息，一个名叫宫崎的医生存在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照片中那个蓄着白胡子的老头。他专门负责健康体检项目。李忠的妻子带女儿去看病时也见过他，也注意到了这位老头。这位老头通过骗取女性顾客买药来赚钱，他有着严重的犯罪前科。在他的治疗下，总有几位病人神秘死亡。赖文得知后，立刻去调查宫崎医生。而赖文离开后，他也露出了神秘的微笑。这时，帝居带着美玲来到了魏相科，他们想要了解那些拥有神之手能力者的信息。这种隐秘信息怎么可能轻易透露给外人？美玲趁他们不注意时，触摸了储存卡，瞬间获取了他想要的信息。紧接着，赖文在宫崎医生最后工作的医院发现，宫崎医生已经离职3个月了。当赖文赶到宫崎医生的公寓，发现里面空无一物。邻居告诉他，宫崎医生2周前已经在公寓跳楼自尽，这样线索又中断了。第二天，野村科长告诉他们，李忠的女儿即将接受手术，手术医生好像是海野。当麻随手写下了海野的拼音，突然发现，这不就是那个让人生病的能力持有者的代号吗？他们进一步调查海野医生的过去的履历，发现那些被治愈成功的案例非常特别，本应是大人才会患的疾病，却出现在小孩子身上，而且这种特例只在日本出现。当麻决定重新调查宫崎和海野医生的资料，赖文昨天在医院遇到的那位事务长，查了半天根本找不到这个人。海野的同级同学里，没有一个叫织田的，所有给赖文的信息都是海野伪造的，让他们误认为宫崎医生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海野其实就是那个拥有让人生病超能力的人。李忠的女儿处于危险之中，海野一直在用人体进行实验，让人不断患上各种疑难杂症，然后在医院里反复进行实验。他完全是个疯狂的医学家。海野正准备进行手术，没想到最先到的竟是美玲。他通过李忠先生留下的遗物中的影像，立刻明白了一切。海野正是那个让人们染病的医生。美玲哥哥的事也和海野有关，所以海野总是询问他关于哥哥的影像资料。但单身的美玲很快就被海野制服了，就像他之前对李忠的女儿那样。海野准备对美玲使用异能，老 CP 恰好及时赶到，他们打算逮捕海野。可是李忠的女儿病情突然加重，手术迫切需要进行，现在只有海野能够手术。赖文只好让他先去做手术，他不想让队长的孤女出事。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手术结束后，海野立刻离开了。他知道自己已经暴露，那个神秘部门肯定会来找他。他本想救人，但命运捉弄人，却赋予了他让人患病的能力。美玲想查明哥哥事件的真相，他又开始关注当麻，利用自己的能力，直接抓住了当麻的衣服。尽管当麻的脑海里快被饺子塞满了，但他还是掌握了一些零散而有用的信息。为了尽快救醒他的哥哥，晚上他找到了赖文，并告诉他哥哥志村即将被实施安乐死的消息。一方面是因为高昂的治疗费用他负担不起，另一方面他知道赖文一定会设法让哥哥苏醒过来。听到这个消息的赖文像行尸走肉般在大街上被人撞了一下，这让他想起自己曾经也是这样，最终手臂痊愈了。也许神之手真的存在，他立刻赶回基地查找资料，但是神之手的信息难以解读，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当麻能感受到赖文内心的痛苦，之前李忠队长也一直在找寻神之手，他甚至特意给占卜师冷泉增加了评价。那他当初绑架占卜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治疗他的女儿。神之手现在他们找不到，但他们可以通过冷泉的预言来知道神之手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而冷泉就藏在这些秘密的保护基地里。就在这时，基地来了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自称是现代版灰姑娘的超人气占卜师，一上来就宣称要向警视厅挑战，要夺回冷泉。原来这个人拥有读心术，通过言语诱导了赖文。在得知冷泉关押地点后，他就神秘消失了。此时金田正准备将冷泉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得知这个地点的占卜师突然出现在了车子的后座，不仅仅是藏匿，更是早已隐藏到了后面，以防万一，提前将金田枪中的子弹全部卸掉，并将护送人员换成了自己的人。开了2枪之后，直接将金田丢在路边，轻而易举地离开现场。警察接到报告后来到现场进行调查，除了现场的一些血迹，什么都没找到，金田也不见了踪影。随后接到上级的来电，命令他们不要管这件事，不要再追问。紧接着魏祥科的电话响了，又是让他们去冲在前线解决问题。但至少上级提供了一个车牌号，通过车牌号迅速定位了目标，而且金田之前在车上留下了一个定位手机，通过这个手机号码就能找到他们现在的位置。但现在有一个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如果不封锁驻绝的能力，他们最终还是会逃脱。调查局的资料显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明明拥有读心术的他，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利用有限的线索，当麻已经找到了答案，
但他不打算告诉赖文，只是静静地在基地等待。冷泉被神秘组织抓走的原因，是为了用他的预言能力预测各国重要人物的寿命。有人出价5亿购买冷泉，在他们眼中，超能力者只是一种顶级的人才资源。看着堆成小山的柠檬，即使他的预言没有副作用，也不能这样随意使唤。他从绝手中接过那颗柠檬，随即施展了终极咒语，通过冥想和念经，让自己进入了一种无我的状态。这样一来，绝就无法从他那里读取任何有用的信息。绝也表现得非常耐心，毕竟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冷泉迟早会支撑不住。他直接坐在摇椅上，开始闭目养神。冷泉见绝一直静默无声，以为他已经睡着了，悄悄地走过去查看情况。没想到功败垂成，还是被他察觉并读取了信息。冷泉正在等待当麻的救援，绝于是带着冷泉开始转移阵地。果然他们刚离开，前来突袭的特种小队扑了个空，但当麻依然非常镇定。上赖文准备开始行动，绝打算找个停车场先躲一躲，但一路上所有停车场都已满位，终于找到了一个有空位的，立刻驾车进入，正准备给组织打电话请求支援，没想到老鹰 P2人组已经埋伏在那里。冷泉在车里激动得不得了，绝刚想启用他的超能力，没想到这次却失败了。原来之前绝没能避开深夜巴士的车祸，是因为当时他在睡觉，而且睡得非常熟。在街头占卜时，总是在午夜12点停止占卜，之后就消失不见，所以人们称她为现代版的灰姑娘。绝始终无法战胜睡魔，异能的频繁使用已让他的大脑负荷过重，连当麻平时的饭量都是常人的10倍。来补充点能量，绝的情况就更不用多说了。他从冷泉那儿感觉到了不对劲，于是驾车逃离。半路上突然袭来的睡意让他难以抗拒，不得不临时找个停车场休息。但这一带的停车场都被当麻提前封锁了，只留下这个地方他们守株待兔。当麻絮絮叨叨个不停，绝已经无法再说下去。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冷泉。冷泉知道他们不会轻易放他走，他提出用神之手的下落以及1的地址来换取自由。冷泉其实也挺可怜的，虽然他拥有强大的超能力，却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只要他还持有这种超能力，他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自由。他能预知任何事情，因此连恋爱都谈不上，连打牌都提不起兴趣。他同时透露了一条信息，虽然妈妈以为这只是冷泉的感叹，这实际上是一个伏笔。冷泉跪下来祈求。在一系列事件之后，赖文面临艰难的选择，最终选择了拯救自己的战友至尊，背叛了自己始终忠诚的信仰。他们最终放走了冷泉。冷泉的背影显得如此孤独落寞。另一边走进医院探望至尊的地居，发现了一张素描，素描上的场景正是当麻从脑海中读取到的影像。他没有说什么，只是轻轻地抚摸了美玲的头，然后就离开了。那张素描也不翼而飞了。当麻和赖文从冷泉那里得知了神之手总部的地址，他们立即开始各自行动。赖文推开房门，没想到眼前竟然是一个小孩。原来这孩子只是神之手的傀儡。他对赖文说，如果真想见到神之手，就得满足他们的要求，抓来掌控国安的金田，交给神之手。金田一直在暗中除掉那些拥有特殊能力的人，隐瞒真相，欺骗大众。为了让赖文放心，赖文被约在晚上7点去一个地方，而当麻就没那么走运。他敲开的房间走出来的是一位阿姨，当麻自称是一的老师，说是来进行家访。等阿姨一出门，就立刻掏出枪，转眼间就被带到了天台上。当麻明知亦不怕枪械，还是幼稚的拿枪威胁。原来他在左手隐藏了 C4 炸弹，半年前当麻差点抓到一，这次他绝不会轻易让他逃走。他以为一是被以母亲的生命为胁迫，阿姨竟然还这么年轻，想去劝阿姨。阿姨的话让当麻摸不着头脑，下一秒就被阿姨推下了楼。醒来时已经在家里了，前男友地居也在那里。地居告诉他晕倒在一个停车场旁，但记忆中那种真实的感觉告诉他真的经历了一场生死较量。这里有点难懂，我来给你提前剧透一下。地居的特异功能是改变记忆，此刻当麻的记忆已被篡改。晚上赖文前往与神之手约定的地方，那里是一家医院。在明星5人组精彩的画手表演后，重病的小孩奇迹般的康复了，让赖文亲眼见证了神之手的力量。曾治愈赖文的女人只是个传话的使者，真正治愈赖文的是眼前的这5个人。看来神之手所属的组织早就注意到了赖文，他们还给赖文一把钥匙。他拿出了一个信封，里面正是金田的照片，还有一份文件。金田之前因穿防弹衣并未丧命，赖文去医院探望志村，回忆起与他的战友情谊，心中感到极度的煎熬。触碰到赖文送来的物品，终于完全相信赖文没有伤害自己的哥哥。赖文回到基地，查看神之手给的资料，情谊终于战胜了利益。
他决定救醒志村。第二天留下辞职信，根据神之手提供的资料，找到金田的线人，在逼问下得知，金田所在的林克与伊海有诀的 SB 组织已经对抗了数十年，也知道了金田的秘密基地。金田的知线人与赖文接触后，下达了直接的命令，要处理掉魏祥科和线人。线人的死被嫁祸到了赖文身上。当麻在收到警视厅的通知之后，立即提醒赖文要小心一些。挂掉电话后，他又去了伊的家，但这里已经没人了。于是他又去了学校，又去了医院，伊就像消失了一样。伊因为暴露了身份，无法向妈妈解释，直接让帝居帮忙改了妈妈的记忆。这是帝居失忆的手下吗？他追求当麻佑是为了什么呢？一位富婆开着豪车停在路边，嘴里却是男人的声音。原来是神之手所在的 SB 组织来找赖文，伊也在车里。看来他们在密谋什么。以 SB 组织的实力，似乎不需要赖文的帮助也能搞定。今天赖文只是来做搬运工，他们轻易地突破了层层防守，来到了金田的基地。桌上的不倒翁罐子，上面写的名字都是他们要处理的对象，打断的都已经被除掉了，之前放走的冷泉也被害了。不知道是不是一丸心情大起，解除了时间静止，让金田发现了他们的入侵，在开枪的瞬间又停止了时间，轻轻地调整了子弹，故意让赖文知道自己就是当初让志村陷入沉睡的人。赖文瞬间拿起枪指着依依，缓缓向赖文走来，解释说当初志村已被与 SB 组织作对的人控制，不得已才解决了他。他也不想将普通人牵扯进来，或许一声响指他就能解脱，好像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和责任。赖文还有很多疑问，与其杀了一来为志村报仇，不如让一来就醒志村更重要。他把子弹全部打空后绑架了志村，今天把他转移到车上。赖文不确定自己这样做对不对，一挂了电话就消失了。赖文不再发呆，来到了医院，看到神之手正走出来，他像疯了一样冲向志村的病房，并把志村可能醒来的消息告诉了美玲。当麻也听到消息赶来，回头一看，志村就站在他后面，他真的恢复了。赖文不知不觉中哭了出来。美玲幸福地扑向哥哥，好久没感受到哥哥的拥抱了。突然两个哼哈二将挡在美玲前面，立刻进行了空间传送。外面的惨叫声预示着坏事，老 CP 急忙去查看。刚醒来不到3分钟的志村竟然又遭遇不幸，这哼哈二将究竟是谁的部下？那一定是有人躲起来了，志村才被神之手救活，下一秒就遭遇不幸。赖文发誓要查明真相，他坐在公园长廊上沉思，没想到今天突然找到了他。金田不是已经被 SB 组织抓走了吗？戴眼镜的金田说，那个金田已经死了，一个金田死了，还有无数金田站起来。金田不过是林克统领的一个代号，他应该有附身的能力。之前提到过金田所在的林克已经与超能力者抗争了几十年，金田简直就是个老怪物。他们找到了赖文，希望他加入林克。虽然不清楚金田为何选中赖文，但为了查清真相，他决定加入，特地拔掉了自己的一颗牙，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随后又把牙齿装回，给当麻打了个电话，告诉当麻他要和杀害志村者决一死战，还要解决掉割断他左手的人。赖文在金田的带领下，准备突袭伊所在地，趁伊睡觉时扔下一堆手雷，接着用超能力限制伊的行动。伊的妈妈听到声音赶过来，被赖文推开，他不希望无辜者伤亡。在这场自杀式的攻击中，只有赖文和一个同事逃了出来。正当金田以为他们成功时，伊突然出现，紧接着告诉赖文他已杀光林克的人。他这次非常生气，因为赖文救了他母亲，所以这次他决定放赖文一马。这次指导林克的老巢警视厅的上级也对伊发出了最后的通缉令，让魏祥科不顾一切去解决伊。这也是当麻最头痛的问题，究竟怎样才能找到对付伊的办法？野村知道当麻还不忍心下死手，但伊的能力实在太强，如果不加以制止，危害将更大。于是野村决定以身犯险，前去给伊送上人头，以此激发当麻的复仇之心。看着路边的小孩，回忆起和弟弟一起的时光，这不就是美玲从当麻脑海中读取的画面吗？检查弟弟的伤势时，发现了他耳后的痕迹。他找到了美玲，希望利用美玲的能力找到伊的所在地。只剩光感的林克，默认愿意和赖文一起去送死，递给他一个写有地址的纸条，然后慌忙逃跑。伊也意识到即将有一场大战，为了不让妈妈卷入，伊让帝居直接删除了所有与他相关的记忆。当妈妈回到基地，整合了所有关于医治的线索，还有战斗的经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搜查一组的同事一起帮忙。这次他带着必死的决心前去应战，见到赖文一步步逼近，连伊的皮毛都没碰到，被耍得团团转。这时天空突然下起大雪，当麻也及时赶到，先是一枪突然消失不见，等到伊再次出现时，连开2枪射去，
玩够了的 E 终于使用了技能，让时间静止，不应该说是时间停止，就像相对论那样，E 所在的次元和当麻他们平时所在的次元不同。相对而言，我们的世界就像是时间静止了一样，这是最强大脑和最强超能力的对决，时间静止的较量。正当一要对当麻下手的瞬间，当麻的嘴角竟然微动，又看到当麻和赖文接触血的地方开始发红肿，接着自己的皮肤也开始迅速腐烂。原来当麻早就在血中下了毒，而E的时间流逝速度是常人的10000倍，毒发速度也是常人的10000倍，这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时间恢复中，赖文的眼睛飘进了雪花，短暂失明。当麻让人提前安排好，停止楼上搜查3人小组的行动，在下毒的雪地上前查看时，发现叶尔后娜身上和自己相同的印记，难道他还是小时候的弟弟吗？此时地居出现，一切都是他的阴谋。7年前，弟弟目睹心爱之人和飞机一同坠入火海，双亲意外觉醒了时间静止的能力，这让他从那场空难中幸存。在时间停止时，他的时间仍在流逝，虽然看起来像个成年人，他实际上才13岁。是地居修改了E的记忆，让他们兄妹相爱相杀，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想展示给他们看的。E在弥留之际恢复了记忆，但地居并未杀死他们，再次修改了他们的记忆，一切似乎都已尘埃落定。美玲带着水果来看望赖文，触碰赖文时读取到了残存的影像，他立刻找到当麻，质问他是否是他的弟弟，但当麻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当麻因为被勾起的记忆而头疼欲裂，美玲出去找护士，却遭遇了地居的毒手。地居在一个院子里和人下棋，他一直梦想成为一个剧本作家，想让整个世界跟随他的剧本运转。最初只是编织了兄妹恋情和对抗的故事，在这过程中，地居逐渐对这位拥有超级大脑的天才少女产生了好感，把赖文牵扯进来，只是因为他觉得，如果爱情故事里没有情敌，那就索然无味。他们边说边下棋，突然发怒，人影变换，隐约可以看到今天的情形。当麻回到家翻看老照片，不知不觉中脑海里浮现出E的面容。地居来到关押E的地方，一看到是地居手指微微动了动，心率骤降，他便死去。解决掉E之后，他又去找赖文，提起当麻时，史莱文那激动的反应让他很不高兴，他再次出手抹去了他的记忆。当麻来到警视厅，听闻E死亡的消息，他的脑海一片混乱，什么线索都写不出来。墨水滴落形成的五角星图案，勾起了他对耳后印记的记忆。利用超强的计算能力，一点一点恢复了记忆。他把地居带到教堂，3言2语就揭穿了帝君的面具。那些所谓的照片，其实只是帝君单方面的偷拍。帝君还不死心，只要当麻屈服给他，他要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就是要理清所有事情。当麻宁愿背负杀害弟弟的罪名，也不选择卑微的活着，也不愿意低头苟活。此时美玲和赖文恢复了记忆，赶来支援当麻。帝居一怒之下，决定将他们全部消灭。受伤的赖文竟从嘴里射出假牙，准确命中了帝居的要害，但这并未致命。子弹发射的那一刻，时间再次变慢，场景如同第1集，这样 Spec 系列就告一段落。后续因为世界观过于庞大，就不再更新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探索。这里给大家剧透一下，当麻的能力能与已故的超能力者交流，并借用他们的力量。正是这种强大的能力，让当麻面对任何事都无所畏惧。当麻以为是自己召唤出了弟弟，实际上弟弟并未死亡。在见到帝君时微微动了手指，他故意制造了心跳，假装死亡，然后一直守护在姐姐身边，帮助她反击了帝君。他的能力实在太强，只能隐藏在暗处，